欢迎来到今天的子瑜有话说。今天是1月13号下午1点20，今天要和乐队老师们一起排练，明天就出发去武汉了。然后我们今天的目标呢，主要是顺一下我们接下来这几天会出现的一些新的歌曲。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2场，首场南京，跨年场的贵阳。这2场当中呢，或多或少也会出现一些我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场馆去演出的时候，也会出现不一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首场对我来说的一个心理压力和在舞台上表演的一个状态，而第2场呢，就是要克服在现场出现的一个声场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一次到了武汉会面临什么样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挑战才会激发我对整个事件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想克服它的一个勇往直前的状态。36了，我就先去排练了。哇哦，好多人呢！我们今天还是主要过安可。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我不管你。小雨，我觉得他不是比较担心歌曲。我从一个本来原本习惯的唱法，然后去熟悉一个新的唱法，其实还好。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适应力还是蛮强的。这个就很自如。这首歌我想他在我坐在这儿演，但是现场的话，当时那个我可以的幕布还没撤，所以看这个时候能不能上个椅子，一把椅子一个麦架，这样坐在那儿唱这首歌会舒服一点。你站在那儿来回走会更那个让人静下来一点。好，我觉得 OK， 我们直接下手吧。好。用尽最清晰、最爱惜、最难解的谜，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我愿意。这个我愿意啊，在 C1、C2 的时候也要演出去，后面演了，前面就有一点少。我愿意，我那不行，前面2个肯定不行。我愿意。有一首歌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想见你》，因为它很高。这个《想见你》跟我之前在音乐节上唱版本不一样，有留给现场观众们唱的气口，然后我觉得现场哇，好爽这样。想见你，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对，演出去。还说再来一遍吗 OK 吗？我觉得 OK 啊，我也觉得 OK。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了半分之一。当他们手心分离，直到深处深情，一生和你相依。你刚开始第一次唱这个歌的时候，有感情多了。感情太好了，你熟了吗？对，熟了。我觉得就是还是得再沉下来。其实这个歌好难的，但是你唱的还是没问题，就各种气口练得非常好。好，那就先这样了。哇，这是真刚睡醒，我应该找个地方继续躺着。晚安，马卡巴卡。我来练啊！我现在都在想，我可能是在做梦，我可能还没睡醒。它很红了，感觉有点 cos 我们上次在乐手的这个造型。就感觉我没睡醒，就是话很少，感觉这一瞬间像那个霸道总裁。有点高，说实话。感觉空气都稀黄。耶！
左半拉是为了记录你，右半拉是为了忘记你。现在就是一半儿一半儿，看你想要哪个状态。我是子瑜，这是正面、背面、侧面。最后的每一面。哎呀，好，现在我们已经飞行完了，然后等会儿就出发去现场。赶紧走。子师傅不教五部曲。我们最后先补个觉。谁呀？哎，还配呢。现在是晚上的6点50分，我已经到达了武汉，但是我们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这个头发换个颜色。对，这是我2026年的第一次染头发，把它染成红色。因为为什么是红色呢？2026年马年行大运，马年是你的本命年，好早。然后晚上没事还可以练练攀岩。好，放弃了，好累啊。哎啊，能关吗？能关吗，姐？可以。天哪，这个 BGM 真服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吃火锅吧。啊，左边是法锅，右边是金汤锅。太好了，这次总算是一下就出现我想要的颜色了。在舞台上，这个头发就得亮。说到了，怀疑你们这是故意的。上一次写的是子瑜，这次写成郑鹏了是吧？职位全通证，郑鹏，子瑜团队。会方言会吗？不会方言不会，你讲一下。贵宾区、看台区、内场区、演出区、高山区。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我们演唱会现场的后台区域？现在有机会也有时间，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这里都有些什么。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好，出发。我的天哪！老师好。哇！你要看一下后仰场的那个画面，你一眼就能看得明白。那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些就是控制我们每个机器的颜色呀、亮度。哇哦，这个好神奇！这个是掌管距离远一点的观众在大屏上看到我是什么样子，就我好不好看就在这里。老师就靠你了，辛苦老师。快换间我就可以有讲的了，这全是专业的东西，我不敢碰。快换间，哎呀，在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们的快换间。我们的流程呢，就是每次下台之后，着急忙慌脱掉外套，衣服老师在弄衣服，然后妆发老师在弄，然后那个妆，然后边上工作人员喝水，热热嗓子，喝水，然后我就，好，接下来干嘛？我在这个地方换，然后工作人员就拿一个水杯来喝水，然后我闭口，还好没脱妆。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去下一个地方，道具存储间，这里是我的新的麦架，呆头鱼麦架，不，胖头鱼。唱歌的时候呢，就是手搭在这里唱，手握着他的这个2个小胳膊唱，耶耶耶耶耶。他也有同款的2个小智，亲生的。这里呢，哎呦，你还闯祸了，闯祸了。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去控台。哦，我知道了，这是舞台的背面。我们现在绕一个半圆去舞台的正前方。这个视角看舞台的感觉好不一样啊！这里就是灯光和激光控台。前面尝试一下。哦，好。就是你可以把这根杆推起来，然后呢摁这个键就可以了。把这根杆推起来，按这个键。哇哦！可以继续摁，可以继续摁，可以一直摁。哇哦！哇哦！波浪。哎呦！哇！这个是入场和最后退场的时候，这些灯会都亮起来了。这边是灯光，这边是激光。哇，这个鼠标好大。对，它只要一点。哇！啊，这需要人陪。哦，这个是想见你现在。哇！这个是真的很酷哎，会有一种此刻就是我来掌管光明与黑暗。你可以自己在这玩一玩，鼓啊、贝斯、吉他。
这些按钮每个都有它自己的作用。对，可以放那个刚开始开场的时候，是观众进场的期间放的歌曲。我好像还从来都没有在这个视角去看自己当时拍的这个。这个就是观众进场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吧？这次不用再说你帮我去录一下观众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就可以看到。哦，目测这个视角，我在看台上的时候，我应该只有这么大点儿吧。其实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接触，其实对大家来说肯定也是第一次接触。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是因为他们会通过我的表演，然后用他们的技术把它放大到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我再用我的知识和学习的内容向大家展示我学习的成果。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在互相成就的过程，共同的目的都是给大家展现一个很好的舞台，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吧。嘿嘿，期待和大家在未来的3天见面喽。你没有点别的吃的什么？快让我进入第2餐。但这个卷边就没有那么好吃了。有力气。对，那不是鱼吃的。再来个奥尔良的。你不是没什么胃口了吗？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啊。我要吃水果。都是不一样的味，现在是水果的味。嗯哼，好吃。真的饱了，真的不能再吃了。这次是什么嘞？一只小白球，打一段8段锦，缓解压力吧。我前年过年在老家的时候，早上起来真的打过一段时间，它会让身子热起来，是真的。Let's go， 来吧。预备式，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那我要开宽一点。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3交，上托，下落。左右开弓似射雕，调理脾胃须单举，五劳七伤往后调，摇头摆尾去心火。摇头。两手攀足不甚腰，推出去。攒拳怒目增气力。嗨。背后7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不怕老铁喷出汗了，
收势，两掌合于腹前，气沉丹田。我觉得在每天大家在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可以打一段这个8段锦，就是会有一种这个热量一下就噌一下冒起来，不像是有时候早上起来感觉浑身寒冷。还是会有点紧张的。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解锁我们的第3站——武汉站。怎么了？心情随着天气变换都不同，万里晴空，月色很浓，也没错，总要拼尽全力活着才自由，偶尔心动，偶尔放松。小雨这首歌的视觉，大家没有看到刚刚后面的 VG。这首歌的设计呢，就是从一个灰色慢慢丰富的一个过程。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映射了我的生活，就是我遇到了大家，然后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的过程。从这一刻开始，我的世界变得丰富，我也能更加清楚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脸上表情的变化。这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都往我这边飞啊？看到了就是漫天彩带往我脸上飞舞的那个瞬间，我觉得那一刻是非常非常的浪漫，非常非常触动我心扉。拜拜啦，拜拜啦，拜拜，拜拜。感觉今天的石头落下来了，哈哈！要把剩下的演出，每一场演出都演好，演顺，展现更好的给大家，一定可以的。针对3天演出都在秃顶上出现小插曲，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常常有不一样的出手方式，有的时候是彩带粘在额头上，有的时候是伞挂在路灯的那个灯壁上。今天秃顶才搞笑嘛。今天在那个待久了一点，所以走的时候稍微挤了一下。那个麦扔到这只手的时候，手有点脱。Sometimes fall in love。个别有一些我无法意料的事故出现，也算是给这3场增加了一些不一样的小火花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瑜，现在我们又来体验新的非遗面塑。武汉的面塑基本上是以荆楚文化为主，就是会捏一些小人啊，这样历史人物之类的。但是这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了，所以变成了小鱼啊。我们今天呢，理想中的画面就是做成这个样子，这个看起来我好像 OK 的样子。介绍一下我们会用到的等会的原材料：面团。这个面团是由面粉、糯米粉以及其他的一些原料构成的，这样呢，我们好等会去捏的。好吃的样子，反正不能吃。然后这是其他的，像嘴巴、眼睛，同时这里有色粉，这个面团融入这个粉，最后变成这个颜色。好的，我们开始做吧。第一步呢，其实是涂破手霜，让手上成膜。等会儿。这样的话，等会儿去的时候不会有这个色粉融入到这个手上，就是粘手之类的。开整，比划一下，再来点，多退少补。我们现在就要调色了，来一点蓝色。这个大概的用料呢，单纯的就是以一个不专业的角度随便用的啊，再加点甜甜的紫，加点蓝色，不知道它最后会呈现什么样的颜色呢？接下来就是群体力活了。嗨，朋友，你说这事儿整挺尴尬的。这个时候。提醒大家一下，大家还是要少量多次。大家是可以少量多次的吗？又不知道为啥勺那么小。
我以为是一次性放够。现在就要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老师记得这人后期给我的手美白。它可以看到，现在其实表面上会有一点点色斑呐、就是感觉不匀，所以现在就是要进行一些拉扯。我觉得大概的这个颜色啊，我们就可以先调到这个地方了。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好，开始做形了，大概找一个尾巴的形。OK， 这是尾巴，其实都多了，但是没关系。鱼身这么多，哎，正好。现在我们开始做鱼身的啊，要给它先揉成一个团，蓝蛋，不是完蛋，是蓝蛋，来搓成椭圆形，椭圆。现在这个形就有了，对着我，路开特密。接下来就是那个慢工出细活了，这里已经开3倍速。它这个鱼鳞一定是交错状，每2个的中间画一道，每2个的中间画一道，这样交错下来，这样的鱼鳞会显得更自然。在小的时候画鱼的时候，最爱的步骤不是画鱼身，最爱画的步骤是画鱼鳞，因为感觉画鱼鳞才是真正给小鱼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灵魂。它这个还是需要仔细一点的、快速的。好，已经快扎到尾部了。现在这个鱼身的一个制作就制作完了。我考虑到了，它的尾巴可以小，但是鱼鳍不能少。哪个事情吗？这个鱼鳍上面一些细节的沟壑。接下来就是它的小手，小手给它安上去。哎，有了，我的朋友。好棒啊！哎，开始做尾巴了。感觉就量还是有点多。哎呀，我知道这个道具它可能不是这么用的。好，我觉得连接不是问题，怎么让它呈现像它这种就是立在这儿的感觉。改一下。这个尾巴这个地方压一点，然后成包裹状。好的，接下来画它这个线，感觉压刀这个步骤好像得在刚开始做呀。去掉一些因为连接而产生的很明显的交界。我开始动自己的小心思，捏出它鱼尾巴该有的形状。我拿这个小棍在后面支一下，让它不至于那么容易倒。它后面风干了之后，它自然而然就立住了。这眼睛会用到非常非常少的量，感觉这个做眼睛正好，对吧？先别拍啊，我等会给它一个亮相。OK， 小鱼给小鱼点睛了。好像是这么个意思。邪恶小鱼，简直完美，神来一笔。我们去摁一个小嘴儿。不要。我的节奏。到时候剪出来之后，对应了一下所有工具的使用方法，发现每一个工具是它该用在该用的地方。对不起，就是确实有一些道具可能就是拿着顺手就这样用了，它其实可能不是那样一些用法，请大家不要向我学习。差不多了。邪恶版小鱼，睿智的眼神紧表向上放到不足，很有个性的一只小鱼啊。这个是它的亲兄弟，呆头鱼、坏头鱼。我们还差最后一步啊，鱼鳞上画上线，很简单的步骤。这个边上，有个性的坏头鱼。比较上一次蜡染，这一次的面塑，我觉得出来的效果更不一样一点。我感觉这一次在还原它原本样式的同时，我也加入一些自己不同的想法，所以可能现在它是这个世界上第一只歪着嘴笑的胖头鱼。
反派胖头鱼，是的，就我觉得做它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我忽然有一个 idea， 然后想把这个 idea 变成现实的感觉是很酷的。希望大家在平时时间有空的话，也可以多去尝试像类似这样的东西，在过程当中可以融入一些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好，那我们下一次会体验什么呢？你说啊？他说下一次敬请期待。万一手洗不掉怎么办？你刚刚不是说洗得掉吗？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万一洗不掉呢？不行，这太尴尬了，我先去洗手了，拜拜。终于急了，急速消瘀。可以了。